柠檬树养成这种光杆了，还能不能救？怎么给它救活？咱们首先先帮助花友确诊一下啊，这个植物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位花友看我视频可能看的比较少啊，我几乎每个视频都在讲浅埋浅种，还存在这个问题啊。在你没掌握好浇水的时候，像盆面、陶粒这个铺面石啊，都给它拿掉。就是很多人依然存在当前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存在这种问题的，一定要了解啊，看见这个土埋了多深啊，不知道是他自己种的还是商家给种的。圆土球刚刚露出来啊，我挖了得有大概10厘米的一层土啊，手指盖抠黢黑，才微微的看到这个黄土。你土埋这么深，这个根儿完全给闷里了、沤里了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埋的太深，湿地通风不好，浇水以后圆土球根本都水分散发不出去啊，盆面蒸发不了，你这个就不是养花养根儿啊，你这个叫做给根儿慢性自杀。这种种法啊，那么必然会造成柠檬哗哗的掉叶，大面积的掉。学习任何方法都养不活，因为根系没有生长条件，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存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啊！总盯着叶啊，老师啊，叶掉了怎么办呢？叶黄了怎么办呢？叶干了怎么办呢？养花先养根儿，无养不生根，你得让它透气，空气能进去啊！为什么说这么多啊？因为这个问题是你养不活花的最大一个杀手。咱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啊，圆土球怎么种进去的，拔出来还是怎么样啊？根系几乎没往外长，区区这2条毛细根，它吸收的水分养分啊，供应不了植物的叶片增藤啊，植物自我保护也好啊，减少增藤也好，它会哗哗的掉叶。再有一个，你根本掌控不了浇水。咱们把花盆扣下来啊，这种瓷盆没有垫淋水层，咱们看啊，全是土，没有淋水层，底部的土啊是非常湿啊，花盆底部有些许积水。真心的建议你们啊，这种瓷盆咱们种的时候啊，底部要给做淋水层，不然水排不出去，植物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你干学浇水学不会，说1000到1万啊，视频看不完，咱们也没招，咱们就是给他救一下啊。如果你看到我的视频啊，最近一直讲换盆，按照我的换盆方法去种的话，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就非常小了啊！咱们肯定是要梳理这个黄泥土球的，是吧？之前给大家讲过啊，这种土球的咱们给它松一松土，是吧？就像咱们做头部按摩的这种感觉的这种就可以啊，让这个根系露出来啊。咱们后期添土的时候，让这个露出来这个根系和土壤充分的去接触，是吧？盆面多余的土啊，咱们可以往下去掉一部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底部咱们也轻微的梳理一下，根系露出来就行啊。这种黄泥土球咱们也没有强制性的说你必须得去吸根，是吧？通过敲打抠挠这种形式啊，咱们给这个根系啊给它梳理出来，梳理成这种情况啊，咱们转一圈看一下，是吧？中间是土啊，根系像咱们这个披头散发刚睡醒的头型似的啊，是吧？就可以了，就完事儿了 ，OK 了啊。像这种植物缓苗的啊，咱们建议这种圆形的瓷盆咱们就别用了啊，先养根儿啊，这个找一个排水好一点的花盆，咱们换新土啊，保证这个排水和透气性。我用的还是咱们非常松软的，保证排水和保水性比较兼容性比较高的这个重沙大货土，里边是老款的品质泥炭加珍珠岩树皮。旧的那个土啊，先不要用啊，你要想用，给它杀菌消毒啊。等这个植物根系长出来以后，这个黑土里边你去掺点颗粒，是吧？增加排水性，然后再去用，后期再去用啊。前期的救治植物缓苗养根啊，用一些新的这个土啊。有人说你这卖土啊，你可以去买别的土，但是也是建议你去用一些新土啊，因为原土里边有菌啊，有肥啊，不一定有什么东西啊，对植物的缓苗是吧，不是那么太好啊。一样啊，咱们铁砂掌啊，周边土给它添实，是吧？周边土往下去摁，周边土添实以后啊，它这个植物啊，一般它就不晃了，不倒了。然后我这个土里边啊，会有很多这种大块的这些物质啊，咱们不用给它掰稀碎。这种大块物质是咱们特意留的，它在土壤当中兼具了保水和排水性啊，让空气能够进入土壤当中，让植物根系能够喘气儿，然后帮助植物长根，加快植物浮盆啊。咱们这个调节土壤酸度，咱们这个微生物有机肥啊，给它来上几勺，它安全不伤苗，撒在盆面啊，稍微扒拉扒拉。咱们把水浇足浇透以后啊，根系已经处理完了，咱们再处理上半部分的一个枝条。咱们去检查这个枝条啊，如果有这种发黑了啊，枝条发黑了，咱们就给这个枝条给它修剪一下啊。咱们修剪到啊这个枝条有绿色的这个位置，枝条里边是干净的，那么就可以啊。像这种枝条有轻微发黑现象的啊，这就是有菌了。
咱们给它剪掉啊。这个芯儿里边要是绿色的啊，不能有黑色的纹路啊，或者是黑色的圆圈在里边。如果有黑色，持续的再去往下剪。那么像这个果啊，果就没用了，你该拿去泡水喝就泡水喝，是吧？养一回啊，给你剩个果，反正还行。咱们适当的修剪啊，有绿色枝条的咱们尽量保留。咱们这个时候啊，枝干的保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咱们可以拿家里经常用的这个保鲜膜啊，轻微的给这个枝条给它缠上一点啊，尽量的帮助它锁住枝条里仅剩的水分啊，让它快速的这个把芽给它闷出来，是吧？你如果说你有条件啊，你有这个特级超级大号的透明的塑料袋，能保住湿度的情况，咱们给它套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也可以啊。枝条咱们轻微的给它包上一圈就 OK 啊，你不用缠得很紧，这样就能保证它枝条上面的水分啊不流失。那么当然了啊，咱们这个剩的上半部分的这个枝条，咱们也要给它保护一下啊，进行一个保湿。咱们可以套一个这个大一点的啊透明的塑料袋，把口给它系上啊，给它系紧。咱们再可以拿一个喷壶啊，通过塑料袋的小底口啊，给它往里边喷一喷水啊，保证袋子里边的一个湿度啊。袋子里边要有一些水雾，有一些雾气啊，这样是湿度是最好的，那么利于它去发芽。然后给它放在一个明亮的散射光的地方啊。如果你温度低于15度，可以给它一些上午的光照。你不要欠吧欠冷的，没事啊。我把袋摘下来，我看一眼发芽没啊？再过10天8天的，我再把袋打开拿下来，我看一眼发芽没？不行啊，你打开早了，由高湿度突然降低到你家空气当中的一个低湿度环境，它发芽了，这个芽会突然变黑回缩，回芽啊，回芽以后它的养分被抽干了啊，它就活不了了。咱们通过袋啊可以看见里边的叶片长出来啊，大部分绿色的枝条长出来叶片以后，这个叶片打开了以后啊，逐渐的给这口给这个袋子啊给它撕点小口，降低一点湿度，然后再过5到7天再给它打开一点啊，直到这个袋子完全打开，里边的叶片能够完全的适应你家低湿度的一个环境，定住了它才稳住了，它才活啊！超级保姆级的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植物养成光杆了，咱们能不能救？怎么救？一拍这个视频我就想乐，很多花友视频没看完啊，后续的操作错误啊，还有很多花友提出了很多的奇葩问题啊，咱们可以听一下啊。非常简单的方法，你就套个大的透明塑料袋，扎2个透气口，然后袋里边喷水，套之前把水浇足，放在阴凉的地方啊，就让它静缓，把湿度给它保住啊。咱们主要是防止啊它枝条水分丧失，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非常有效啊。咱们有这种植物拯救的啊，可以去试一下啊，它会提高成活率啊。那么花友提出来的奇葩问题，第一个，我没有透明的塑料袋啊，我有黑的塑料袋啊，黑的塑料袋不好使，这么热的天你给它闷里闷死了，给它烤熟了。第二个，老师啊，我这花比较大啊，我没有这么大塑料袋，套一半行不？你说外边咔咔全是病毒，你买口罩进行防护啊。你这个戴一半口罩行不？你整个大点的袋啊，没有5金店有是吧？你别给它套一半没有用啊！你去楼下5金店、超市、日杂都有卖的啊！你再贵它1块钱，你也买一个大的塑料袋了是吧？你再问我有啊，99包邮塑料袋给你发顺丰是吧？想想办法啊！还有花友问题啊，就是连花盆一起套，我怎么浇水是吧？你2种方式，第一个，你给底下抠个小眼儿，你把浇水壶伸进去。咔咔顺溜的一浇是吧？还有方法，你把底下的袋啊暂时给它周起来，沿着盆边浇完，你再给它扣上，是吧？人是活的啊，你动动脑筋。那么正经点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的枝条长毛了怎么办？枝条长毛代表它坏死了啊！这个塑料袋套住以后，里边湿度太高，它有菌啊，菌去分解这个枝条了啊，这枝条已经死亡了。这就是你不用动，不用管。你摘袋以后，湿度降下来以后，这菌就没了。你要保证它没有出菌的这个抠皮杆是绿色的这个枝条，它能发芽就 OK， 就能活啊！你不要管它已经死的，你不要剪，不要去创造伤口，创造伤口的菌进去了，进入植物体内了啊，到时候得病更难受。这第4个问题，套袋以后能不能晒啊？这花不是正常拿啊，你别给它放太阳底下晒，又闷死了。你要晒的话，你买个搓澡巾啊，你给它搓一搓，把树皮给它搓掉，搓干净的，然后把袋摘了，你当一个艺术品放那儿，那样可以啊。那第5个问题啊，什么时候摘袋啊？摘袋看着里边有绿色的枝条长出来了，是吧？它这个小芽变成小叶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给它扩大通风口，是吧？你给它摘点通风口啊，你让它通风
啊，过3、2天你再把这个通风口放大啊，它再长一长，再放大。那咱们知道什么情况？直到这个通风口打开，这个叶子完全露出来啊，逐渐的从一个特高的一个湿度适应你家低湿度的一个环境，这样它活了立住了啊。OK， 你这植物整就活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我分享的方法都是非常有效的啊，很多人视频看不完啊，没事给它摘下来看一看，观察观察，然后再给它扣上。大冬天的你搁那样睡觉呢啊，一下把被给你周起来啊，把被抖了凉了，然后再给你盖上。你一定不能起来啊，你不能急眼，你还得继续马上进入梦乡啊，上个梦没做完的接着做，是吧？不是那回事啊，你不要给它摘下来看，它发芽了以后啊，逐渐的扩大通风口，等整个这个袋摘的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叶片没有焦边，没有其他的现象啊，咱们给它干什么？拿到阳光底下接受更多的光照，然后适当性的给点肥，这样它整个就立住了啊，它活起来了，对吧？就这么一个方法啊，咱们看我的视频你要看完啊，看完整，因为我讲的非常详细了，怎么缓苗，怎么后期怎么操作，出芽怎么操作都讲了，是吧？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